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刃牙第2季的解说。上集说到，刃牙杰克以及烈晋级准决赛，剩下地主的独步和色川的最后一战，两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这一战可谓是神仙打架。比赛正式开始，两人摆出了相同的架势，不过一个是拳，一个是开掌，正如双方代表的柔和刚，两人都没有动，在某个瞬间又同时冲向对方。在独步出拳的瞬间，色川跟着拍出一掌，凌厉的掌风居然直接将独步拍飞出去，摔断了围栏。独步站起来，再一次冲向色川，挥出数发乱拳，但是色川呆立在原地，没有反击，因为这些拳头都是假象，真正的目的是脚。色川完美预判，顺势将独步掀翻。独步预判了色川的预判，翻身站定，对准左身出拳。色川预判了独步，预判了他的预判，头锤攻击拉开距离，短短几秒，数个险招，稍有不慎直接退场。独步朝着色川劈出手刀，却在命中的瞬间突然停止。低头一看，色川踩住了他命运的脚趾头，独步转而攻其下盘，色川反手将人撂倒，对着下巴就是一脚，独步倒地，满场喝彩。挨了一顿毒打的独步反应了过来，色川使用的和气道，精髓就是将欲加害自己的敌人的力量加上自己的力量反击回去，敌人使出的力量越大，被反击的力量越大。之前掀翻独步的都是他自己的力量，但是如果他不攻击呢？不攻击就不会有反击，这样就不会有争执，也不会有胜利和失败。放在生活里非常理想，但现在是决斗。色川第一次主动攻击，目标直奔独步的脊髓。在色川靠近的瞬间，独步猛地转身挥出一拳，威力之大，直接将人轰飞了出去。他终于使出了真正的直拳。独步一直都在研究何为直拳，但就像0.999写多少都到不了1一样。直到某天晚上，独步无意识的起床打蚊子，打完之后猛地发现自己的拳头是菩萨手，那一瞬间独步顿悟了。最完美的直拳是菩萨手，当然色川不会被一拳就轻易打倒，但年轻的时候师从柔术高手玉之，几乎所有人弟子在面对师傅的瞬间都不战而败，还没出手就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，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实力，从而失去信心，避免战斗，是他秉承的理念。但是唯独色川不这么认为，同时他也不认为师傅是天下无敌。色川故意将一把刀放在道馆上与师傅对决，随后猛地朝师傅冲去。两人过了几招之后，面对朝他冲来的色川，师傅下意识的拔刀挥出，正中色川后背。徒手对决却拿刀伤人，这次是师傅输了。色川从此自立门户，称色川流。回到场上，色川翻身爬了起来，他活了70年，满脑子都是如何打败别人。比起他来，独步不过是个年轻人。说着，色川发力将独步抡圆了，脑袋着地，两人都累得气喘吁吁了，坐在地上喘气，又在同一时间站起来，摆出攻击的姿势。首先动起来的是色川，他一点点朝着独步的方向挪去，直到两人脚对脚，这是一出手就能打倒对方的距离。独步扭转身体，再次挥出直拳，色川不闪不避，接下这一击，趁势借力将独步摁倒在地，胜负已分，色川获胜。他对独步表现出了敬意，这场战斗比的其实是谁的技艺更加精湛，也就是谁活得久。但是独步就是不认输，非要色川搞死他才肯认输。色川被激怒，当场转身跺下一脚，当然这一脚根本没有命中他。独步流下了败北的眼泪，失去人生方向的他当场要拆了神兴会的招牌。不过在夫人的安慰下，还是相携回家了。同时被麻醉了的永次郎砸烂保险门走了出来，错过啥也不能错过儿子的准决赛嘛。没错，下一场准决赛刃牙对战厉海王，但是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刃牙却突然失踪了。厉海王这边在用拳头破坏公共设施，永次郎走过来和他比谁破坏的更厉害。永次郎一眼就看穿了烈，他在对和刃牙对战感到不安。比赛即将开始，烈都出场了，但还是不见刃牙，叫了2声之后，刃牙从看台跳到了场上，不知道为什么伤痕累累的，而且在场上谁都没有碰他，刃牙就像是被凭空殴打了一样。他之前消失正是在地下停车场模拟和烈的对战，但始终都没能分出胜负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刃牙首先冲了上去，骑在烈身上，对他本人使出了转脖的绝招转莲华。烈自己的招式当然知道如何破解，刃牙落地后顺发2拳将烈打倒在地，这还是烈出场以来第一次倒地。刃牙再次激活了脑飞，并使出中国拳法挑衅，两人打得难舍难分，速度快的肉眼都跟不上。烈对着刃牙的胸口轰出一拳，这是他打倒克斯的绝招。刃牙被轰得倒飞出去，狠狠砸在围栏上，但他在拳头轰来的时候就已经后撤躲开了。虽然飞得远，但是化解了攻击，根本没受多少伤害。烈是自傲的，他
仰仗的是中国拳法4000年的历史，见此他脱掉了沉重的鞋。他最厉害的不是拳法，而是足技。烈的足技实在是太快了，而且招招致命，刃牙甚至来不及防御就被瞬间打倒在地。烈曾经用足技在比试中夺走了一个同门的性命，但由此成为了海王。他从此给自己带上镣铐，严于律己。面对烈的致命连环踢，刃牙居然什么事都没有，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多体力。最后的胜负即将揭晓，两人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你来我往之间都是杀招。眼看刃牙是落了下风，被动挨打，但是永次郎却在观众席上露出了得意的笑。通过中国4000年的智慧，刃牙的真正实力将被唤醒。烈这边捅完耳朵捅肚脐，眼看胜负已分，但是刃牙却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，浑身散发着可怕的气势，就像是年轻的永次郎。刃牙猛地跳上烈的肩膀，拽着他的辫子一扭，看样子是要把烈的脑袋都扭下来。就在永次郎得意的眼神中，德川吓得大叫住手，毕竟刃牙的架势是真的动了杀气。扭了一半，刃牙突然顿住，像是清醒了一样，及时松手。烈的脑袋晃悠半天，又自己给自己接了回去。刃牙不再客气，一个回旋踢踹散了烈的辫子，烈失去意识，战斗结束。但是观众们既惊吓又困惑，没一个人给他鼓掌。事后红叶来给烈检查，发现在脖子被扭的瞬间，烈就让自己的头骨和肩颈椎脱臼了，所以头并没有断。决胜的一击是刃牙的回旋踢，但只要刃牙多扭一下，就能毁掉烈的颈椎。永次郎对心慈手软的刃牙很是失望，但刃牙永远不会成为只为战斗而生的永次郎。下一场比赛，杰克对战色川。比赛开始之前，色川的眼镜碎了，甚至3番2次的倒地，就像是他的身体在拒绝上场一样。色川不禁想起了师傅的教诲，他当时请教师傅什么是真正的护身，师傅告诉他，真正的护身就是不会碰到危险，在遇到危机之前，身体已经做到了。此时色川终于明白了护身的真正含义，他扶着墙壁慢慢往前走，推开拦路的大门，格斗场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比赛开始之前，杰克咽下了嘴里的一把药剂，随后将一个坚硬的椰子啃出了无数个洞，而色川则是淡定地找助手要了一口水喝。比赛正式开始，杰克先攻挥出一拳，色川身法不变，后退躲开，紧接着猛地吐出一口水，正中杰克面颊。观战的乙藏大惊，色川居然会用这么下流的手段。水流高速冲击泪穴，眼睛和鼻子同时进水，就会产生溺水的错觉。色川趁机将其撂倒在地，随后用脚猛击杰克喉咙。色川以为比赛结束，但走了几步，突然愣住了。杰克毫发无伤地站起来，吐了一口血。色川的右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他咬伤了。杰克向色川行了一礼，随后猛地冲了上去，拳头划过色川脸上的伤口，带下了绷带。他张大嘴，就像是野兽一样对着色川撕咬。惊出了色川一身冷汗，受伤的左腿让他勉强躲避杰克的进攻，将杰克撂倒。但杰克又瞬间爬起向前冲，抱起色川，将他摁在地上摩擦。头晕眼花的色川一个不慎就被杰克抓住手臂啃了上去，甚至用咬合力把色川瘦小的身体都吊住了。色川也不是吃素的，反手用和气道把杰克摔趴下。最后色川跪坐在地上静待攻击，就算是伤了一只手，他也有办法对付杰克。杰克的所有攻击都被他用和气道化解，或许这就是高手的境界吧。突然之间，杰克一笑，冲击的脚步在色川面前停下了，伸手缓慢地朝着色川的脑袋抓去。色川一惊，下意识地抬手使出和气道，但却没想到杰克这个浓眉大眼的居然会使诈，他根本一点力气都没出。之前说过，和气道的原理是借力打力，双方都没用力，于是就形成了一时的空档。杰克阴谋得逞，对着色川的手腕子啊呜又是一口，随后拳头蓄力，两击猛力的下勾拳，色川假眼都被打碎了，摇摇晃晃地走上前，拽住杰克的手腕，打算再次使用和气道。杰克顺势将人摔在地上补了一脚。比赛结束，杰克获胜。这是一个怪物，没有人能赢得了他。退场路上，红叶拦住了杰克，问他是不是在吃药，结果被杰克压在地上，差点揍了一顿。出于医生的道德，他还是提醒杰克，他的肉体已经濒临极限，随时会崩溃。下一场比赛，他肯定会死的。继续打下去，他绝对没有明天。但是杰克义无反顾，就像是走入了一片地狱。这场漫长最强格斗赛终于要落下帷幕。杰克范马、刃牙两位从30多名高手中脱颖而出的人，即将进行最后的对决。究竟是谁能获得冠军的金牌腰带，成为地上竞技场
场的不败之王。比赛开始之前，刃牙在胡吃海塞，然后枕着老婆的膝枕回忆剧情水时长。杰克在地下车库和永次郎对视，回忆剧情水时长。杰克他有着严重的自毁倾向，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打败永次郎。比赛结束之后，他会回到这里打倒永次郎，然后随医生而去。决赛正式开始，这将是最强的兄弟之战。没错，杰克也是永次郎的儿子。虽然大家应该早就看出来了，比赛开始之前，杰克拥抱了刃牙，他们都将拼尽全力打败对方，获得和王者对战的机会。这场决赛究竟谁能获得胜利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